Hello，大家好，又来到了我们每天读经5分钟。那么一样呢，我们读六祖坛经的原文，然后闲聊一点心得哦。昨天那一集是闲聊，今天的话感觉还是闲聊。虽然读一点经典，但是有时候就是根据当下的心境，然后闲聊一点心得这样子。最近还有一个心得哦，就是像我们读佛经啊，我们都会觉得说，佛经的内容是很庄严的。然后呢，佛经的内容虽然说佛陀一直强调说，我们思量即不中用，不要用第六意识心来理解佛陀所说的话，以及佛陀所做的事哈。佛经里面有提到这一点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只是模仿佛陀所说的话来理解道理，然后只是模仿佛陀所做的事情来修行的话，这样子呢，并不能够真正达到修行的效果。我这段话是在《圆觉经》里面的，就是呢，如果只是按照佛陀说的话以及佛陀所做的事情的方式来修行的话，他这样子做呢，模仿佛陀所说的话和做的事情呢，光是这样做还是不能突破这个我相哦，就是这个潜意识里面我相。然后呢，最近有一个心得，就是这个我相这种东西哈，我们很多大圣经典提到的东西都跟潜意识有关，就是很多的道理和很多的修行概念，还有很多他在实操的时候的一些关键处，其实都是在于潜意识，就在于心性的细微处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，然后呢，每个人也都有机会读到一点经典，学习到一点佛经或是儒释道的内容哦。那每个人身边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修行人，那每个修行人也都各有各的体会。所以说，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，就是这些佛法啊、这些经典的这些内容，其实是垂手可得啊，就是每个人几乎你只要有兴趣都能接触得到。那每个人身边你或多或少也有一些修行人，或是不管是宗教的人士，或者是修行人，或者是说，你在网络上啊有听到过、看到过相关的讯息。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对于这些内容是非常普遍的，就是每个人都能取得这些内容，每个人也都能够学习，也都能够有一点自己的心得。但是呢，就变成说就是很混杂，就是每个人好像自己可以自己想自己对，或是说每个人他都有各自的想法，那也没有什么一套标准可以去衡量，也没有什么评分，也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，就变成每个人各自去领悟啊，那这样就是蛮混乱的。我发现呢，其实佛法这些东西，不管是佛法还是道德经，还是儒家的一些比较深层的内容其实它关系到的都是心性。那心性讲白一点，就是跟人的潜意识和起心动念有关系。就是你能不能够发现到，你说一句话、做一件事情背后，你潜意识里面好像那个编程、那个程式码那边有一个参数设定，会在决定你的在决定你的起心动念、你的一举一动的倾向，决定你的人格特质，决定你遇到什么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。这种心性细微处的设定呢，其实呢，这个是很多经典在探讨的核心，还有我们修行要实操的时候的核心就是要从这个心性细微处下功夫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其实很多人刚提到说，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读这些经典，也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所谓修行人，或者是有一些有见解的人，或是所谓的老师非常多。那表面上你也看不出说每个人的体会
正确啊、不正确，或是高低啊什么的，反正都看不出来。那就变成说讯息爆炸，而且很杂乱。最关键的是说，有时候看这些内容呢，你会发现呢，真正能够从潜意识、心性、起心动念的细微处呢，来去探讨，还有去引导的这些内容呢，又更少了。很多的人呢，都是还在停留在第六意识心，就是是非对错、逻辑分析这层面去研究佛法的文字，或是佛经的文字，或是一些经典的文字，或是一些宗教的内容。他用那种一般人情世故啊，我们在想事情啊，在那边勾心斗角，还有宫斗剧啊，用一些人情世故的那种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蛮动物性的那种思维，就是很动物性的。人类虽然比动物高等，可是当你都在讲这些人性啊，讲这些算计啊，讲这些人情世故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人也是动物而已，就是很动物性的一些思考。然后呢，他用一些这种很动物性的思考呢，在研究这些佛法文字，研究这些道理哈，然后得出一些自己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见解。有时候我觉得说，这不就是轮回吗？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轮回啊，就是你脱离不了一个框架。然后呢，聊了这么多文字的东西，这么多分析，这么多人情世故，这么多人性啊、动物性的一些想法，就像我说的，这些都是我相，就是突破不了从这种我相，从这种动物性或是人性的这种滤镜去看事情。就像你窗户本身已经脏了，或本身已经有一些图案了，你看出去的东西永远就是有烙印这些痕迹。然后呢，因为资讯爆炸，讯息繁杂，那很多人充斥这些见解，但是这些见解说真的是都没有达到一个水平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了那么多都是文字上的东西，就是很少人真正有从心性上细微处呢去多探讨一些实际实操啊，或者说心性上啊如何修心啊，如何从起心动念的层面呢去提升自己，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探讨的太少了。所以就觉得说有点可惜，就是资讯爆炸归爆炸，但是有价值的资讯反而很少，就像海滩一样，一大堆的沙子，这些讯息就像沙子一样那么多，但是呢，却找不到一颗珍珠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说，尤其是包含像学佛的人一样，分成什么大圣、小圣。我最近的心得就是觉得说，你修行呢，如果没有从心性、从潜意识的层面呢，就算你要先理解也好，你先去理解潜意识层面的运作机制，先去理解心性层面的东西的话，都比那些表面上那些文字逻辑思维还要有意义的多。那如果说能够在超越理解呢，从心性的层面呢，确实去修整自己的话，那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哈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，剩下内容我们明天再聊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拜拜。